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热情的点赞支持。这期咱们继续聊奇幻爱情悬疑大剧第8号当铺。知名服装设计师刘志芳的时装发布会上，精心打扮的阿晶看着台上的模特，故意感叹一句：“身材好，真是穿什么都漂亮。”一旁的中年富婆羡慕的看着他说：“你的身材一点也不输给他们。”阿晶见有点上钩，故意吊胃口说自己以前足足有180斤。富婆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阿晶表示只要付出一点点代价，就能拥有魔鬼身材，顺手在他背后留下8号当铺的记号。魔鬼给的身材等于魔鬼身材，没毛病。之后，富婆用一辈子的婚姻换取一个永远不会走形的好身材，代价则是孤独终老。不得不说，这是当铺难得的一次公平交易。想换的可以在屏幕里扣个1。阿晶发现韩诺也在发布会现场，他来做客户回访。台上风光无限的刘志芳，22年前在当铺典当了味觉，换取漂亮的脸蛋和身材，让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模特。后来因为模特这行吃青春饭干不长久，刘志芳又典当了亲情，换了去法国进修服装设计的机会。现在他的服装品牌已经是台北第一，正在拉投资。和投资商见面的地方是一家川菜馆，客户大赞刘志芳能吃辣，哪里知道他已经典当了味觉。这里其实是个小 bug， 因为辣其实是一种痛觉，不能算味道。当然了，一切都是当铺说了算。投资方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出资，让刘志芳也出2亿。刘志芳手里没这么多钱，为了事业，他第3次来到当铺，要求典当自己的生育能力，这就相当于典当了自己的所有子孙后代。但韩诺却冷冷地表示，没有亲情，你哪来的子孙后代？你的生育能力一文不值。不过剧里的刘志芳倒是在典当亲情之前生下过一个女儿，阿晶在一旁提醒，可以拿这个女儿来典当。刘志芳大喜过望，要典当女儿10年的运气。可自从他当掉亲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女儿。20年过去了，女儿还在不在世都是个问题。刘志芳打听到前夫10几年前就死于车祸，又顺藤摸瓜来到孤儿院询问女儿的下落，在这里遇到了老白的第3个小号白老师。此时正好有2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姑娘回来看望院长，一个叫孙卓，一个叫温馨。孙卓可以说是整部第8号当铺公认的最招人烦的角色，不过他的烦人主要集中在最后一个单元。从3人的对话可知，孙卓现在白天在餐厅打工，晚上在酒吧驻唱。他的理想是成为歌星，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开演唱会。不过这剧组也太抠了，这梦里的场景完全就是拿人家的颁奖典礼做背景，然后把孙卓抠出来 P 上去的。而温馨和孙卓也住在一起，面对院长的关心，他则是在账面行打工，似乎对外面的白老师很感兴趣，还向院长打听人家。2人出门时，刚好看到了刘志芳离开的背影，镜头一转来到当铺，韩诺一边听着心爱的法国香颂，一边埋怨阿晶不该给刘志芳出典当子女这种馊主意。所以香颂是法语通俗歌曲的音译，代表曲目有枯叶、大海、下雪了、在巴黎的天空下、玫瑰人生等等。韩诺正在听的就是玫瑰人生。唱机突然自行鬼畜，原来这张唱片听了太多年，已经被刮坏了，放到后半段就会跳帧。阿晶去唱片行寻找这首歌的 CD， 但最后一张刚好被孙卓买走了。阿晶追出去问孙卓能不能把 CD 让给自己，甚至加价加到了1万块。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孙卓有点仇富，有钱了不起啊，我就偏不卖给你。拉扯中 CD 掉在地上摔破外壳。孙卓离开以后，阿晶又费了好一番功夫，在别处找到唱片，换下了刮坏的那张。谁知道韩诺在酒吧喝酒时，刚好听到孙卓在唱《玫瑰人生》，觉得他唱得很好，就请 Peter 为他调了一杯8号当铺。孙卓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知音，听韩诺说他的唱片坏了，还主动追出去把那张 CD 送给了他。韩诺回到当铺用 CD 试音，阿晶听到旋律，还以为韩诺播的是自己买来的唱片，却发现他手里拿的 CD 外壳就是孙卓的那张。这才知道自己1万块钱都买不来的 CD， 孙卓直接白送给了老板，还骂自己是疯女人。气得阿晶回头就要把刚买来的唱片扔掉，韩诺立马过来哄他，直言还是老唱片听起来更有味道。咱就是说，老板紧张的会不会不是你，而是那张唱片。无巧不成书，孙卓不但在韩诺常去的那家酒吧驻唱，酒保 Peter 居然也是那家孤儿院的孤儿，而且他一直暗恋孙卓。Peter 得知下周6会有唱片制作人来酒吧，就让老板替孙卓调班，希望能让他的歌声有一个展示的机会。孙卓高兴地答应了，还让温馨为他设计演出时的衣服。原来温馨还有设计才华，他的偶像正是知名服装设计师刘志芳。不过温馨现在的工作不是做服装设计，也不是在什么唱片行打工，而是摆地摊卖盗版唱片。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见过卖盘的。偏偏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高中的时候，和朋友去看电影，在新一城内站下的车，到去电影院的这步行10分钟的时间里，总共有13个人问我，哥们儿要盘不？到了周6这天，孙卓穿上了温馨为他设计的衣服，准备去见 Peter 介绍的制作人。看时间还早，他先去帮温馨出摊，却遇到几个太妹和温馨发生冲突。孙卓替朋友出头，被警察带走了。等调查结束，赶到酒吧时，不仅制作人走了，他自己还因为耽误演出被老板炒了鱿鱼。韩诺觉得孙卓这么倒霉，会是当铺的优质客户，但就在他抬手准备遇上标记时，忽然感应到了什么，最终没有下手。这里可是原剧自己按下不表的，所以也麻烦弹幕里的小伙伴先不要剧透。
温馨和 Peter 赶来安慰孙卓，孙卓却自信满满的说他一定会成为明日之星，还鼓励温馨不要辜负天分，勇敢的追求梦想。话说温馨的偶像是刘志芳，那孙卓的偶像又是谁呢？答案是莫文蔚。在孙卓的鼓励下，温馨拿着自己的设计稿应聘刘志芳的服装助理。刘志芳听到他只是高中毕业，以为他是想当学徒，连他画的设计图都没看，直接把他轰了出去。阿江也是刘志芳的常客，刚好看到了这一幕，觉得温馨又年轻又自卑，非常适合当铺拓展业务，便尾随他来到了孙卓打工的餐厅。在 Peter 的引荐下，孙卓才知道阿金是韩诺的朋友。Peter 问温馨面试如何，温馨为了岔开话题，半开玩笑的让 Peter 想想怎么和孙卓过情人节，让阿金误会孙卓其实是 Peter 的女朋友，心里笑自己居然吃小女孩的醋。放心吧，再过几集，你这辈子吃饺子都不用蘸醋了。回到当铺的阿金开始筹备和老板一起过情人节。二人来吃烛光晚餐，阿金还特意在巴黎订了蛋糕，是他从100个完美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极品，其他的都扔了。阿金，你变了啊！你以前从来不会浪费食物的。不过这个黑心蛋糕倒是很符合你们当铺的经营理念。温馨被刘志芳打击后一蹶不振，认定自己没有任何天分。孙卓想安慰他，但温馨大喊着自己是个废物，跑出了家门。等一下，这个房间不就是林献堂和苏婷的那个吗？剧组也太省了吧！温馨回到孤儿院，遇见白老师，在炖了一夜的白家鸡汤的安抚下，白老师成功让温馨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你看看，一样的话，闺蜜劝子不好使，换个帅哥立马就管用了。话说白老师蹲下去发出的这一声，是咕噜响了，还是裤子裂了？刘志芳一直在打听女儿的下落。孤儿院的院长说，只有孙卓的信息接近他提供的资料，但也要尊重孙卓自己的意愿。他打电话联系了孙卓，可孙卓一直认为自己的父母死于意外，不相信也不同意和刘志芳见面。Peter 情人节这天还真匿名送了孙卓一束花，被孙卓随手转送给了温馨。Peter 也知道孙卓一心忙事业，没空谈恋爱，于是帮他联系到了一家录音室，愿意免费帮孙卓录试听带。知道消息的孙卓兴奋地变成了一只开水壶。韩诺看皮特每天都很开心，问他是不是除了孙卓的事以外，从来都没有什么烦恼。而皮特虽然喜欢孙卓，却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明白孙卓心里没有爱情的位置，只要孙卓快乐，他就快乐。韩诺试图感应皮特的过去，却发现他的回忆里都是美好，但自己却感应不到他的未来，一感应就蓝屏。与此同时，阿金又来光顾刘志芳的生意。话说，有没有人统计过阿金在这部剧里换过多少套衣服呀？刘志芳告诉阿金，自己已经找到了女儿，还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孙卓。于是阿金被来到了孙卓打工的餐厅，想促成刘志芳这笔交易，可同样只感应到了他的过去，无法看到他的未来，也不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回到当铺询问韩诺，韩诺表示，越是黑暗贪婪的心灵，就越容易被当铺引诱堕落，但越是光明乐观无欲无求的人，就离当铺越远，所以他们才会什么都感应不到。讽刺的是，越黑暗的灵魂就越不值钱，越圣洁的灵魂就越宝贵，买卖越难做，回报就越大，风险投资了水是。温馨接到院长的电话，说明天下午3点，孙卓的母亲想和他在孤儿院见面，但孙卓刚好明天要录歌，何况他压根就不想去。没办法，温馨只好替朋友走一趟，这才发现来认亲的人正是自己的偶像刘志芳。得知孙卓不肯来见自己，而眼前这个自己前几天刚刚打发走的求职者，正是女儿的好闺蜜，刘志芳瞬间变了一副面孔，2个亿近在眼前却拿不到，心情确实很痛苦了。看温馨还在犹豫，刘志芳又提出他可以让温馨做自己的服装助理。此时孙卓的录音带录完了，他拜托录音室多录一卷，要送给一个特别的朋友。Peter 听完心里还美着呢，出来才知道人家孙卓是想送给韩诺一份。Peter 这个变态能处，让他给情敌送东西，他还真送。韩诺拿着试音带回了当铺，一脸陶醉的听歌，发现老板居然在听孙卓的歌。女人的直觉告诉阿金，这个孙卓不简单。他故意对韩诺说，孙卓有不可多得的天分，以及比一般人更强的企图心。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对当铺来说都是稳赚不赔的好东西。不管刘志芳是不是孙卓的亲生母亲，他都做定了孙卓的生意。此时有3家唱片公司想着孙卓的试音带，他兴奋地跑到酒吧来找 Peter， 没想到放在酒吧柜子里的袋子被 Peter 的同事当成垃圾扔掉了，而录音室里的母带也被洗掉了。孙卓备受打击，阿金故意出言引诱，说想要事业成功很容易，只要用东西交换就可以了。孙卓立刻说，如果有人能给他成功，就算拿他的灵魂去换都没有问题。阿金便趁机递出了名片。这里补充一个小设定，虽然圣洁的灵魂不容易被当铺诱惑，但这种人也难免会产生绝望、悲观这一类的负面情绪。这种时候便是当铺下手的最好时机。孙卓收到名片以后，会不会去当铺典当，咱们暂且按下不表。话说温馨上班第一天，刘志芳依然连看都没看他的设计稿，只关心孙卓有没有答应和自己见面。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便埋怨温馨办事不力，干脆下班以后跑到了人家家里。本就深感挫败的孙卓回家看见刘志芳更气了，气得跑出家门的孙卓看着手里8号当铺的名片，心念一动，当铺的预约墙上立马显示出他的名字，那顶格外阴间的红色轿子再次出现。正常人看到这阵仗，不是早就该吓跑了吗？只能说当铺客人的欲望太强了。
就在孙卓即将走进轿子时，一只手忽然拦住了他。没错，那个熟悉的男人他来了，他带着煮好的鸡汤走来了。在白老师一番装傻加洗脑之下，孙卓暂时打消了去当铺的念头。这时 Peter 打来电话说韩诺手里还有一卷备份的袋子，这让孙卓再次燃起了信心。话说你俩是啥记性啊？一共就多录的是一卷袋子，到现在才想起来。眼看着约墙上的名字消失，韩诺知道又是白家人干的好事。他来到孙卓打工的餐厅，白老师也在这里，劝他和孙卓保持距离，否则一定会后悔的。等白老师闪离之后，韩诺发现自己也无法准确感应到孙卓的未来以及他的出身来历，因此对孙卓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天，一位神色紧张的赵先生来到当铺，说自己急需2000万还赌博借的高利贷，而他拿出来的典当物竟然是哇，金色传说。这部弘一大师用鲜血手抄的《金刚经》是赵先生的父亲留给他的遗物。弘一法师就是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李叔同，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文学、音乐、书法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后来出了家，法号为弘一，成了享誉海内外的得道高僧。阿江一眼看出这可是圣物，抵得上当铺10年的业绩，立刻催促赵先生签字。话说这经书拿到拍卖行不得拍个2亿，为啥来当铺啊？果然名字签了一半，赵先生后悔了，要取消交易，拿走经书。抢夺过程中，金刚经灼伤了韩诺的大腿。大家记住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个普通的龙套，最后一个单元还会再度登场。韩诺在床上昏迷了一整天，在八号当铺这么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受伤。黑影来探着韩诺，指责他办事不力。阿金怒骂主人冷血无情，像他这样谁还会给他卖命？被惊醒的韩诺立刻又替阿金求情。虽然被阿金骂了，黑影却也没有生气。阿金亲女儿实锤了，还想临走时留下一句：韩诺只要不离开当铺，他的伤过几天就会痊愈。看来这个当铺就是我放的泉水，待着不动就能自动回血。孙卓急着找韩诺要试听带，但他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而且韩诺最近没来过酒吧。有点想起阿金是刘志芳店里的常客，或许找到阿金就能找到韩诺。于是拜托温馨去刘志芳店里找客户资料。这么离谱的要求，温馨居然答应了。其实刘志芳收他当助理，完全就是为了和女儿相认。温馨的画稿他不看也就罢了，还把温馨当打杂的使唤。温馨找资料时被刘志芳发现，刘志芳以为温馨偷东西，不但把他的背包翻了个底朝天，还直接把他开除了。孙卓知道以后，跑去刘志芳店里，骂他有眼无珠，不知道珍惜温馨的设计天分，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认他这个妈。刘志芳愈发认定孙卓就是自己的女儿，但没有更准确的证据，他就没办法当掉女儿的东西。阿江提醒他可以拿根头发做 DNA 鉴定，这剧里可算有人想起来了，世界上还有科学存在。阿江感应到温馨在找他，骗身问他要做什么，得知温馨是为了帮孙卓取回试听带。阿江骂他拿这种小事烦韩诺，直接消失在了温馨面前。阿江同学，请禁止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温馨正和孙卓说起阿晶突然消失的事，孙卓只当是他这几天太累了，出现了幻觉。刘志芳突然来到他们家，原来他无意中发现了温馨的设计才华，也明白只有他能拿到孙卓的头发。刘志芳表示愿意收温馨为徒，孙卓也鼓励温馨接受这份邀请，但自己依然把刘志芳拒之千里之外。刘志芳给温馨安排了独立工作室，让他专心把脑子里的设计图全都画出来，又哀求温馨帮他拿一根孙卓的头发去验 DNA， 他还愿意收温馨做干女儿，继承自己的服装事业。这大饼画的，也就温馨这种傻白甜会信了。这里科普一下啊，头发的确可以验 DNA， 但必须是带毛囊的，而且需要至少5到10根，并且最好是2周之内的，随便剪掉的头发是不行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100岁老人韩诺复健成功，终于能走路了。阿金反倒不开心起来，因为这意味着2人的独处时光也随之结束了。果然，韩诺上来就问阿金孙卓的试听带在哪里。阿金赌气说自己烧了，他怕韩诺像华健哥一样，因为动了感情也被黑影给烧了。韩诺坚决表示。阿金和韩诺一起到酒吧交还试听带，孙卓高兴地抱住了韩诺，吐痰的阿金立马拉开2人，带老板溜了。另一边，温馨偷偷从梳子上拿到了孙卓的头发，准备交给刘志芳。刚巧有个电话打进来，他直接拿起来接了。偷看老板的客户资料也就算了，这咋还擅自接老板电话呢？不过温馨也因此发现刘志芳盗用了自己的设计，而面对他的质问，刘志芳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只是采用了温馨的部分设计，温馨一个无名小卒的设计没人会用，但只要挂上自己的名字就会是流行。房子塌了的温馨终于意识到，刘志芳完全就是在利用自己，死忠粉长黑了他，偷偷用自己的头发调包，发誓让刘志芳这辈子都找不到女儿。这种阴暗想法让阿金觉得现在是给温馨印上记号的好时机，却被一辆汽车打断施法。车里坐着的不是截胡天才白老师，还能是谁？面对气急败坏的阿金，微笑天使白老师再次露出他一贯人畜无害的纯良笑容。阿金来到酒吧，点了一杯8号当铺。这位试听带没人听而倍感失落的孙卓，听到这个名字动了心思，主动向阿金示好，问他8号当铺是不是真的可以交换一切想要的东西。阿金还没来得及推销，就被白老师再次截胡。Peter 发现他和以前常来的白医生长得很像，但看久了就不像了。没关系，这种事常遇到的。Peter 你自信一点，这俩就是一模一样。为了拉拢孙卓，阿金和白老师轮流给他灌毒鸡汤。离开酒吧以后，阿金和白老师第一次正面交锋。
俩人一番唇枪舌剑，为了让白家人输一次，阿金更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做孙卓的生意。话开两朵，各表一枝。为了鼓励孙卓，皮特在酒吧里放弃他的歌。果然，唱片的制作人李平被歌声打动，邀请孙卓参加公司的新秀选拔赛。比赛气氛格外紧张，孙卓抽到最后1号。孙卓刚唱2句就被评委打断。原来公司已经内定了老板的干女儿，选拔赛只是个幌子。我专门去片尾看了一下，还真是滚石唱片负责这部剧的音乐，所以这是他们老板在花钱自黑嘛。说起来，03年第8号当铺播出，04年就传出了滚石破产的消息，所以说不要靠近8号当铺，会变得不幸。这次失败让孙卓彻底绝望，又兴起了去8号当铺的念头。又是白老师及时出现劝阻，月牙墙上孙卓的名字忽隐忽现。阿金忍不了白家人3番5次捣乱，也主动现身拉客。最终2位奇葩说辩手成功气跑了孙卓。虽然阿金一直缠着白老师，但是在 Peter 和温馨这俩好朋友的安慰下，孙卓还是打消了去当铺的念头。韩诺告诉阿金，友情、亲情、爱情是人类的灵魂中最强大的3种能量。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3样东西的价值，就没人会走进当铺。套掉这些的人是最愚蠢的。等等，你这不是在骂你自己吗？孙卓总是抱怨自己一无所有，Peter 却一语惊醒梦中人，说不定老天让刘志芳找到他，就是想给他一个重归的契机。于是孙卓又想认回这个便宜妈，想啥呢？认他当妈，你要倒霉10年，这辈子就完了。孙卓要求温馨带他和刘志芳见面做 DNA 检验，温馨只得坦白，为了报复刘志芳，拿自己的头发冒充孙卓头发的事。一旦报告出来，刘志芳不会再相信孙卓是他的女儿。接连遭受打击的孙卓决定放弃自己的歌星梦。韩诺却在此时找到孙卓，鼓励孙卓去8号当铺典当。为啥这里韩诺会突然转变呢？因为他认为孙卓的梦想非常宝贵，无论他拿什么去典当，只要还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会过得比现在好。第2天，刘志芳已经拿到了检验报告，发现果然吻合。他拿着报告来到当铺，要当女儿10年的运气。可韩诺却说孙卓根本就不是他的女儿。其实观众早就猜到了，刘志芳的女儿其实是温馨。画这个报告的日期居然是92年，而且名字还是温馨。道具组是不是可以开了？温馨从刘志芳那里得知，两人的 DNA 居然完全吻合，万没想到自己才是刘志芳的亲生女儿。一个无业游民去给偶像打工赚钱花，结果发现偶像是个人渣，然后人渣又变成了亲妈，人生的大起大落不过如此。温馨求助白老师，自己该不该认这个刻薄势利的妈？对方一如既往带着白氏半永久微笑，猛灌鸡汤，劝温馨面对现实，还要让孙卓知道真相。而孙卓在找到自己离开孤儿院时，院长交还给他的传家之宝，准备拿他去当铺典当。来到了8号当铺，孙卓这才知道，原来韩诺和阿晶都是当铺的人。他打算当着自己的传家宝，没想到韩诺打开盒子以后，当场瞳孔地震，并感应到了孙卓的童年。韩诺拒绝交易，挥手送走了孙卓。阿晶不理解，问韩诺为什么如此偏袒孙卓，就是不肯做他的生意。韩诺不肯解释，还对阿晶发了脾气，这让阿晶更加误会，以为韩诺爱上了孙卓。韩诺躺在床上回忆起了和云英的点点滴滴，又想起了白老师让他远离孙卓的忠告。虽然原剧一直在卖关子，但我觉得这里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孙卓其实就是韩诺和云英的后人。那个传家宝就是当年韩诺送给云英的项链。韩诺对孙卓的好感并不是爱情，而是亲情。可阿晶不知道呀，他想弄清楚老板到底为啥不肯做孙卓的生意。他先去找刘志芳问检验报告的结果，想知道孙卓是不是刘志芳的女儿，却被白老师拦下了。白老师说，上次阿晶为了让孙卓去当铺，故意缠着自己，这次换他跟着阿晶了。两人不但一路逛吃，还上演了雨天送伞的狗血戏码。还不知道自己后院已经起火了，韩诺来了酒吧，劝孙卓不要卖掉传家之宝，他的祖先知道会难过的。韩诺让孙卓忘记8号当铺，孙卓却让韩诺告诉自己更多关于当铺的事，否则他就把当铺的秘密昭告天下。没想到韩诺反而笑了。孙卓这才发现，以往自己有什么事儿都有和温馨 Peter 说，但这次却没有和他们提当铺的事。这里也算是补充了一波设定，就是去过当铺的人似乎都被当铺的力量所影响，他们不会主动透露当铺的存在。而此时，温馨已经告诉了 Peter 和孙卓，刘志芳其实是他的母亲。看孙卓和韩诺聊得火热，温馨提醒 Peter， 韩诺看孙卓的眼光不对劲。Peter 见温馨这么敏锐，问他是不是恋爱了。这时阿金和白老师也来到了酒吧，阿金还向韩诺宣布他今晚不回去了，拉着一脸蒙圈的白老师就要走。以致现场3男3女6个人，弹幕里求一共有几组 CP。孙卓接到刘志芳的电话，说温馨得了疾病，他赶过去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是刘志芳想拉他去验血。情急之下，孙卓说出了真相。你以为得知真相的刘志芳会有所改变吗？并没有。他只是觉得温馨现在是自己的摇钱树，只要是典当了他的运气，那以后他画不出这么优秀的设计稿，自己抄谁的去啊？所以刘志芳来到当铺，说不当我闺女10年的运气了，直接当她10年的寿命好了，这边你们当铺肯定不亏。没想到韩诺再次拒绝，说刘志芳还想交易，就只能典当自己的双眼。说完一个巴掌就给刘志芳扇没了，估计是在讽刺他有眼无珠吧。
感应到韩诺在做什么的阿金，以为韩诺只是不喜欢别人拿孙女典当，所以才一直不做这笔买卖，并不是对孙卓有特殊感情。于是开心的又回到了当铺，继续帮韩诺做假账。发现老板还是整天去对孙卓唱歌，阿金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前2天和白老师在一起，老板吃醋了，所以故意气自己，自我攻略大师了，属于是。终于有一家酒吧约孙卓明天去试唱，看上去他的人生似乎走入了正轨。没想到那家酒吧是个黑店，老板在水里下药，想迷奸孙卓。感觉到孙卓有危险，韩诺立刻赶过去搭救。此时当铺里刚好来了一位客人沈先生，想让自己一条腿换父亲严守10年。但阿静无权收取客人的典当物，他急得呼叫老板都没有回音，只能强行送走沈先生。得知韩诺是为了救孙卓耽误生意，阿静简直要气疯了。韩诺说如果阿静遇到危险，他也一样会去救。阿静说那怎么能一样？次日孙卓醒来，韩诺前去探望，还送了他一把新吉他。Peter 同学再次遭受会心一击。就算得知了温馨是自己的女儿，刘志芳对他的态度依然恶劣，甚至不许温馨告诉任何人两人的关系。而且因为韩诺拒绝交易，刘志芳直接脱口而出早知道温馨啥用没有，自己就不找了。亲妈的态度让温馨彻底崩溃。孙卓为朋友出头，跑到刘志芳店里大吵一架，质问他为何一点母爱亲情都没有。温馨问白老师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如果有他也要去，他愿意拿任何东西换回刘志芳的亲情。老白又是一通屁又没有的鸡汤，说温馨要用自己的真情去感化母亲，感化个屁。这个白老师倒也大方，送了温馨一条10字架项链。而知道8号当铺可以典当无形的东西，孙卓气冲冲的找到韩诺，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韩诺无辜的表示你也没问啊。孙卓想典当自己的味觉、嗅觉，韩诺却说这些都不够换取他的成功，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的歌声。这里再补充一本小设定，就是当铺做生意，除了亲情、友情、爱情之外，一般都会收取客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就别老想着拿自己的肥肉去典当了，人家肯定不收啊。韩诺走后，阿金立马出现，提醒孙卓可以典当他的爱情。如此一来，既能完成一笔业绩，又能除掉一个情敌，可谓一石二鸟。孙卓果然上钩了。孙卓决定当着自己一生的爱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坛巨星。他本来就对爱情不感兴趣，功成名就还是他最想要的。如果韩诺真心想帮他，就应该满足他的愿望，这样他才会幸福。韩诺想起运营临终前的话，意识到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于是就同意了孙卓的请求。收取孙卓的爱情后，他没有按当铺规矩交给阿晶，而是自己亲自保管，这让阿晶忧心忡忡。从当铺回来以后，孙卓果然时来运转，酒吧老板邀请他回去驻唱，李平也打电话通知他去试唱新歌。李平和孙卓签下了3年的经纪约，说一定会让他大红大紫。另一边，温馨无意中发现了孙卓留下的当铺名片，但他刚刚动念，10字架就爆发光芒，把名片烧毁了。等孙卓回到家，温馨问他8号当铺是不是真的存在，他是不是去典当了什么？孙卓当然没有承认，说8号当铺只是一个酒吧的名字。把白老师的毒鸡汤当真的温馨，又想拿真心去感化刘志芳。刘志芳大骂温馨没有羞耻心，气得温馨当众说出了两人的关系。没想到刘志芳翻脸不认人，被朋友欺骗的温馨又去找白老师求安慰，却撞见白老师正在劝阿晶弃暗投明。误会2人在一起的温馨这次是真的崩溃了，亲情、友情、爱情，他什么都没了。温馨求刘志芳带他到8号当铺去，他愿意付出一切换回母亲的亲情。刘志芳笑话他痴心妄想。他以为是因为温馨身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韩诺才拒绝交易，还说就算温馨赎回了亲情，自己也还是会去当掉。他要的只是名和利。拉扯中，10字架项链掉在地上，为了光明亮亮的保护，阿晶现身在温馨面前，带他去了8号当铺。韩诺说温馨可以用他的设计天分换回刘志芳的亲情，他的天分会让他在1年之内崭露头角，3年之内拥有自己的品牌专柜。温馨却认为母女亲情比什么都宝贵，因此同意了这笔交易。虽然自己的设计图会回到小学生画画水平，但温馨依然觉得这次典当很值。花开2朵，各表一枝。李平想在电台宣传孙卓的2生花，主持人却不买账。趁他去卫生间，李平跑进演播室，偷偷播了这首歌。歌曲放到一半，被主持人发现，要把他赶出去。这时电台经理进来，说很多听众打电话，要求把刚才的那首歌播完。孙卓真的一炮而红。刘志芳和温馨母慈女孝，见女儿一直在努力工作，还请了煮的东西给温馨吃。温馨说自己最近身体不舒服，想晚2天再交设计稿。刘志芳也没有生气，反而劝女儿身体要紧。他在无意中发现女儿已经画不出设计图。去孤儿院办理领养手续时，他从白老师口中得知，温馨拿自己的设计天分换回了他的亲情。刘志芳再次来到了当铺，希望能换回温馨的天分。孙卓、温馨、刘志芳、白老师正在当铺金牌业务员，一连促成了3笔交易。这叫什么呢？这就叫3连。原本韩诺可以直接收取刘志芳的灵魂，但却只要了他的双眼。阿晶提醒韩诺，一双眼睛怎么能和灵魂相比呢？太亏了，这就是你不识货了，那可是哭泣女王、琼瑶女郎的眼睛啊！
温馨和刘志芳去法国进修，孙卓和 Peter 去机场送温馨母女。从小到大的朋友从此天各一方。温馨走后，孙卓的事业一飞冲天，李萍也对他产生了感情。但点到了爱情的孙卓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想法。其实李萍已经有一个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友，叫艾米。哎，芙蓉姐，你咋又重蹈旧业了？李萍最落魄时，就是艾米收留她，给她钱花。但李萍这个渣男，软饭硬吃，对外从不提起艾米，嫌弃她不懂自己的音乐。当铺里，阿金要收回孙卓的爱情，放回典当柜，但韩诺却要亲自保管。阿金这不韩诺，是不是哪天孙卓后悔了，他还要把爱情还给孙卓？韩诺没有解释，一把推开了阿金。阿金说这次他不会再包庇韩诺，气冲冲的离开。韩诺把孙卓的爱情放进锦囊，贴身收藏。突然老脸一红，继而老树逢春，接着老房子着火，他竟然吸收了孙卓的爱情。感受到爱情的韩诺主动来找阿金，称赞他的衣服好看。看阿金换了一双运动鞋，还替他挑了一套运动装，彪马作为品牌生涯最大危机。韩诺夸阿金比街上任何一个女孩都可爱。阿金这个100岁老太婆听了心花怒放，她以为韩诺突然对自己这么好，是为了让他不要向黑影报告孙卓的事。可美男计也不是老板的作风啊！韩诺为阿金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还握着他的手说自己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单纯的希望阿金开心，还记住要和阿金一起坐飞机旅行。不过现在当铺即将进行50年一次的大盘点，旅行只能暂时推迟了。二人正忙着盘点，只见孙卓来到了当铺，给韩诺送他的新唱片。吃醋的阿金一不留神打破了一个罐子，一个蓝色光球飞了出去，附体在了当铺的杂役身上。确认了，新版电子传奇同款特效。好的，以上就是第8号当铺第13到21集的全部内容。这一单元主讲亲情和友情，相对来说剧情稍显拖沓，并且有强行推进的嫌疑。比如孙卓被下药迷晕那段，可以让韩诺用法力解救，但非要他亲自去现场，还因此耽误了当铺交易。很多人不理解温馨拿天分换回亲情的举动，其实对他这样一个从小被人抛弃的孩子来说，母爱已经成为了执念。他需要亲人的关爱来确认自己活着的价值，这是世俗意义上的事业成功无法填补的心灵空白。而认定父母已经意外死亡的孙卓，他把人生完全寄托在了事业上，成为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可以说是2个极端了。另外夸一下刘启华老师的演技，他只用一个眼神就把刘志芳前期的刻薄势力和化为亲情后的母爱表现得非常到位。按照原著小说的设定，孙卓是天分极高的小提琴音乐家，估计是演奏会的场景太烧钱了，剧里就改成了唱歌。但演员本人的唱功实在是只能夸一句，好歹是真唱了。至于这一单元的白老师，虽然行动力比上个单元的白医生强，但还是没能阻止人类走进当铺。回到剧情，阿金打破了装着灵魂的罐子，闯下大祸。他要如何想办法补救那个附身杂役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李萍的女友艾米和第1个单元中的青楼女子芙蓉长得一模一样？孙卓还会如何作妖？韩诺和阿金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客人？老白下一次会换什么身份？一切答案尽在第8号当铺的第4期解说。咱们不见不散，拜了个拜。